美国的小心眼儿毒死了自己的未来，中国的大胸怀走出了一条逆袭之路。大家好，我是肖云华。最近，美国智库发布了一篇文章，指出从2017年美国单方面对中国正式推向贸易战号角，在学术界越来越多的高端人才正选择离开美国，进入到中国，中美人才流向发生了大逆转。美国智库援引的这份统计报告定位很准确，就是手中握有出版成果的一批顶尖科技人才。而数据显示，在2017年的时候，这批学者绝大部分都选择留在美国，中国是人才净流失的一方。美国的数据是净流入4292人，中国的数据则是净流出2927人。而今天一切都变了，不一样了，中国已经反超了美国，成为人才的净流入国。统计结果显示，2021年有2408名学者选择来到中国继续自己的研究，相比之下，美国则损失了4名科研骨干。这个趋势一直发展到今天，在对高科技人才的吸引力方面，中美之间拱手相依。出现这种情况，说明了无论美国如何抹黑中国，中国的学术环境对全球高端人才的吸引力已经变得越来越强大。这种吸引力是中国近2年来在科技领域的大力投资带来的，也是中国开放包容的心态所带来的。中美都是经济大国，如果只论研发经费，中国这2年虽然不断努力和加大投资，但其实还是和美国有相当大的差距。今年3月，国内研究机构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中国的研发投入名列全世界第2，是第3名日本的2倍左右，但不到美国的2/3。也就是说，放弃美国，选择中国的这批科研工作者，不是单纯的向前看，而是有着更复杂的理由。这个理由就是中美之间对待人才的不同态度。美国依仗自己世界头号强国的地位，对人才居高临下，挑挑拣拣，甚至搞起了政治迫害。相比之下，中国则至心待人，推陈二请。所以很多看好中国发展并且渴望更安全更单纯的学术环境的学者选择来到了中国。中美人才吸引力的逆转起点正在于2017年到2018年这段时间。这一时期，美国司法部推出了所谓的中国倡议，用来起诉美国科研机构和高科技企业中的所谓中国间谍。这些间谍中绝大部分是华人科学家，还有一部分是和中国的高校企业有合作项目的华裔学者。这份倡议打开了美国学术界身份歧视的潘多拉魔盒。虽然它在2022年被紧急叫停，但是审查华裔的风气已经席卷了美国的学术机构。以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为例，截至2022年底，该机构一口气解雇了100多名学者，150名学者名下的研究被关停，这些被害者中超过80%都是亚裔。这种情况也解释了为什么近些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逐步赶上并超越了美国的原因。根据今年澳洲智库的一份研究报告，在国防、新能源、人工智能等全球44个顶尖科技领域，中国实现了对美国的全面反超，在37个领域都占有优势。科技的竞争本质是人才的竞争，美国将身份政治的偏见带到了学术界，不以研究成果，而以足以性别为辨别敌我的唯一标准，最后的结局必然是失去竞争力，走向衰落。天下英雄有德者方能用之，而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德代表着眼界和胸怀。美国为了打压中国，把算盘打到了自己国内的科学家身上，也难怪全球的科学家这2年会越来越积极地和中国双向奔赴了。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咱们下次见。